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有一种水会致癌，很多人天天喝，不是千滚水、隔夜水。现在天气越来越干燥，这时候建议大家多喝水。水常常被称为免费的长寿药，但是有一种水很多人天天喝，还认为能有益健康，可不幸的是，它不但不利于健康，反而损害健康。喝多了真的会致癌。不过这种水不是大家说的隔夜水、千滚水，会致癌的水正是大家推崇的热水，65摄氏度以上。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有些人说隔夜的水喝不得，因为放置时间太长，里面会产生亚硝酸盐，会致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首先，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真正致癌的是亚硝胺。亚硝酸盐和亚硝胺是什么关系？亚硝酸盐在体内可以转化成亚硝胺，亚硝胺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对所有动物都有致癌作用。而实验证明，隔夜甚至隔好几夜的水和茶水，亚硝酸盐的量离超标都还差得远，根本谈不上致癌。其次，隔夜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保存。如果早上烧的水晚上能喝，那晚上烧的水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不能喝呢？所以隔夜水的问题不在于隔夜，只要保存好，不被灰尘、细菌的污染，隔夜水是可以放心喝的。但如果是敞开盖子放了很久的水，确实不该喝。反复烧开的水会致癌吗？放心喝吧，烧开过的水就不能再烧开喝了，否则致癌。这种反复烧开的水也叫千滚水，自然水中确实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反复烧开后确实会导致部分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由于亚硝酸盐可能转化成致癌物亚硝胺，所以很多人非常担心。但是脱离剂量、谈毒性并不严谨，已经有实验室确定明确显示，即使是烧开20多次，白开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仍远低于国家生活饮用水亚硝酸盐含量标准，很安全。可见一般的反复加热并不会显著增加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因此对于生活中那些烧过好几次的水放心喝。真正致癌的水其实是它，这个水正是大家所推崇喝的热水，准确来说是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这可不是谁传出来的谣言，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一项最新警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有增加食道癌的风险，并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列入2A 类致癌物名单。2A 级仅次于最高1级，明确有致癌风险。已有动物实验证实，65摄氏度到70度的热饮足以烫伤喉咙，可能导致食管癌。那么为什么这个温度要卡在65摄氏度呢？这样是有原因的。我们的口腔和食管表面覆盖着娇嫩而脆弱的黏膜，它对温度很敏感。适宜的进食温度是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能耐受的高温也只有在50到60摄氏度，超过65摄氏度便能烫伤黏膜。偶尔的烫伤我们口腔食道可以进行自我修复，如果长期喝烫水，可能会成为口腔溃疡、食道溃疡的宠儿。所以专家建议平时少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热茶或者咖啡。有咽困难、持续消化不良或烧心，刚吃完饭就感到乏味的症状时，要及时就医。那么如何判断是否超过65摄氏度呢？很简单，不烫口就行。平时只要将热饮、热食稍微放一放、晾一晾，用嘴唇试一试，感觉不烫就可以。至于那些吃惯了烫食、喝惯了热饮的人，劝你早点改掉这个坏习惯，能接受比别人更高的进食温度，
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那是因为你的黏膜由于反复受到热刺激，已经增生变厚，对温度不敏感了，更容易患食管癌。那么究竟水温多少度适合我们饮用呢？40度的温开水是最合适的，喝热水的温度不能过高，40度左右的温开水最好，既不会过度刺激胃肠道，又不会造成血管收缩。此外，喝水有益人体健康，正常人一天至少摄取1200毫升水，糖尿病和肾功能损伤的患者则需要根据病情而定。另外，我也一直有在说睡觉时候喝水的重要性，下面再说一下睡觉的关键点。老人说的人睡3觉命必直薄，是说的哪3觉？睡觉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人的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无论你睡觉的时间长还是短，都应该把觉睡好，保证良好的睡眠也是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睡觉对人体好处很多，也不是想睡就能随便睡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同样会给人带来一些伤害，也就是老人常说的人睡3觉命必直薄。这3觉指的是什么呢？1. 懒觉，俗话说1年之计在于春，1日之计在于晨，这就是说一天之中早晨是很重要的时刻，而有些人偏偏喜欢睡懒觉，上班的日子里不到最后一遍闹钟不起床，休息的日子里总是睡到太阳下屁股也不愿意起。但是睡懒觉的人往往就忽略了早餐，这一餐其实对一整天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吃早餐或者早餐随便应付的人，肠胃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还会使一上午的学习及工作都没有精神，效率得不到提高。老人是不习惯睡懒觉的，也看不惯家里的年轻人睡懒觉，同时也希望中老年朋友能尽量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2. 生气时闷头睡觉。一般来说，大家睡觉的时候头都是在被子外面的，但你应该看过这种情况，就是生闷气的时候总喜欢闷在被子里睡，谁哄都不把头伸出来。先不说蒙着头被子里面的空气不好，不利于身体健康，光说生气就是很伤身的一件事。人在生气时身体会产生一种毒素，再加上蒙着头，这种毒素就更容易伤身。症状轻的人会出现胸闷，严重的会导致脑部缺氧，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疾病。3. 饭觉，吃完饭就睡意朦胧，这是饭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刚刚吃完饭放下碗，睡意就来了。但是吃完饭就睡觉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容易造成脑部缺血，因此吃完饭后不能立即睡觉，应当休息半个小时再睡觉。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问，那到底每天睡多长时间好呢？又应该在什么时间睡呢？根据相关专家的建议，人们每天要保持6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不是睡得越久越好。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血液循环和心跳速度都会有所减慢，如果睡眠时间过长的话，大脑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料，大脑的活力自然就会受到影响。睡得太久，身体各个关节和肌肉的活动量也减少，这样很容易出现越睡越累，越睡头越晕、脑胀的情况。至于应该在什么时间段睡觉，身体内脏休息和排毒都是应该在熟睡中进行的。也可以看出来，睡觉的时间最好是在晚上22点上床，23点前进入睡眠状况，早上的5点、7点起床。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帮助到你。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